这罗伯特·欧文曾经说过嘛，人是环境的产物。罗伯特·欧文知道吧？踢球那个吗？他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。您找罗莉对，您是？哦，我是她男朋友。你们得搞好邻里关系，不要因为小罗是你的女朋友，别人你就不管了，对不对？您刚才说罗莉在这儿住过？您是？那个我是罗莉的弟弟。你上你姐夫家来玩？我是。对，玩儿。我还认识你妈呢，李姐。啊，好，你跟罗莉到底什么关系？哎呦，我们俩就是普通邻居。这个除了普通邻居以外啊，我们偶尔还一起打打官司。除此之外，这个绝没有你想的那种男女朋友关系。行啦，别折了。哎，知道谁是罗伯特·欧文吗？踢球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没文化。我侄子跟我说啊，你们家罗莉早就跟他对门的男邻居都住在一块儿去了。你胡说！那男的亲口跟他说的，他手上还有罗莉家的钥匙呢。说秦书琛，哎，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给我女儿介绍对象？就没安好心。老罗，你等着啊，要不了明天，不，就今天晚上，哎，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啊！他们家女儿，哎，没结婚呢，就跟一个男的住在一起了，还把钥匙给了人家。行了你，这点事儿从早上叨唠到现在了，有完没完呀？人小秦不是那种人。小青哪种人啊？是哪种人啊？剥豆角，剥豆角。一大早的就跑到我们家来搬弄是非，你说我怎么跟你说的？离他远点儿，离他远点儿，非往上凑，还让他来给我们家介绍对象。你呀，说这话都没意思，是吧？那当初是你听说人家有一个在北京读博士的侄子，然后你不管闺女乐意不乐意，你就上赶着人家。现在说人家小秦了，小秦，你干嘛你啊？胳膊肘往外拐呢？你动不动脑子啊？我告诉你，肯定是我们家丽丽没有看上他们家侄子。哎，你瞧瞧，哎，你瞧瞧秦书琛多矫情啊！他侄子能好啊？要不然你自己想想，33岁了，在北京还博士，为什么没找着对象啊？肯定是有毛病。那你要这么说，人家还说咱们闺女呢，是吧？28了，法学硕士，在北京有工作，住那么好的房子，为什么不嫁人呢？你抬这杠就没完了。哎，对了，我问你，你在闺女那儿住的时候，是不是见过她那个邻居啊？那离婚的律师啊，我见过。不是，那叫迟海东啊，老年痴呆症，你不是在网上搜过人家吗？你才老年痴呆呢。哎，是不是你跟我说的？他没事就敲咱闺女门借东西，借这借那个的。他对我女儿肯定是有意思的，关键是我女儿对他根本就没意思。难说。你说你在那儿时候他还那样呢，你不在那儿，他还不得天天往闺女那儿跑？咱闺女多单纯呐，好女怕难缠。我当年就是这样被你缠上的。哎呦，他真的把我女儿给缠上了。哎呦，这臭不要脸的，见过不要脸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，什么东西啊！法官不用调解了，调解什么呀？这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这小三这款在我老公的肩膀哥进来了，有什么可调解的？不调了，不调了。谁老公啊？你搞清楚，你们都离婚了，怎么了？他怕我受欺负，他陪着我来了。你有什么不满的，你也可以找人来啊。来，你受欺负，你受什么欺负啊？你把自己装成林黛玉一样了，你就是个母老虎，你。董大海，你睁开眼睛瞧瞧，你面前这个狐狸精，装什么装啊？发什么骚啊？简直是！好了好了，压一会儿行不行？石律师，罗律师，现在咱们开始庭前调解。调解什么？不用调解了，有什么可调解的？咱们同意庭前调解。审判长，我们同意调解，但是有2个前提条件。
一呢，我们希望原告无条件撤诉；二呢，我们希望原告向我的当事人道歉。你们怎么看？第一没问题，第二条咱们商量一下，好吧？毕竟这个被告给原告还是带来了一定伤害。这样啊，咱们能不能双方各让一步啊？咱们同时说声对不起，好吧？这个相逢一笑泯恩仇嘛。啊，对，哎，这个好，就相互笑一笑啊，就没事了啊。不可能，休想！我没有别的要求，我必须要求他公开道歉，恢复名誉。有名誉？你还有名誉？你有什么名誉？你就是一小三儿，有什么名誉？还给你恢复名誉？你想得美！你道歉，我给你道。罗律师，我这么给你道歉行吗？哎呦，尊敬的小三儿，我给你道歉啊，是不是？全国最牛的小三儿，我现在给你道歉，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，我给你道歉。在你第一时间喜欢我丈夫的时候，我没有赶着马车拎着我丈夫给你送去，让你久等了，等的肚子都这么大了。行了吧，我给你道歉了。苗锦绣，你不是要我给你道歉吗？行，我现在就给你道歉。对不起，尊敬的苗阿姨。你才苗阿姨！您的前夫董大海先生爱上了我，实在是我的不对。其实我一直在努力，试图劝说他，让他爱上您，但是我的努力失败了。我向您道歉，对不起。爱是不能勉强的。我既无法勉强您的前夫让他像您爱他那样爱上您，我也无法阻止你的前夫让他无可救药、难以自拔地爱上我。你信口雌黄，你别来！你没有，都坐下，都坐下。你们这是得调解啊！没事。这样怎么调解呀？二位律师，你们还是商量一下，咱们还是换地儿吧。好，换地儿吧。泼油漆事件给我的当事人带来了严重的精神伤害，我们要求道歉，已经是最低的诉求了。被告委托代理人，你有什么说的？审判长，我们有新的证据需要提交。照片上的这套别墅，相信罗美媛女士和董大海先生应该是最熟悉的吧？我们律所最近接了一个案子，哇，那客户太牛了！你知道他有小三儿，他为了跟他妻子离婚啊，他就说他愿意净身出户。可是你们知道他这净身之前，他就可把房子、车子全都给小三儿买好了。这房不便宜吧？要不怎么说我那客户鸡贼呢？5、6年前买的，那会儿才1万多块钱，现在可6、7万都不止。审判长，事实上，我的当事人同意和解，是做出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让。其实他很早就知道，在婚姻存续期间，董大海先生给罗美媛女士的公司投资，还馈赠给她大量的财物，其中就包括这套房产。本来呢，我们今天是怀揣着极大的诚意来到这里，但是很遗憾，罗美媛女士显然是不愿意接受和解，也不愿意道歉。那么我们只能要求重新分割离婚前隐匿财产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希望罗美媛女士能够把那套别墅退还给我的当事人苗锦绣女士。你不是说他不知道那个房子吗？那他怎么知道？罗律师，怎么找到这个的？发什么呆呢？看电脑呢？你看我电脑呢吗？开庭的吧？嘿嘿，人家关机了，你就这么拨就能给拨开机了，你真有本事！你干嘛呀你？我都急成这样了，你还在旁边说风凉话你？我跟你说，这种事儿你在电话里说没用，你最好能过去一下。
我过去一趟啊，然后你可以到秦淑珍家去吃饭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秦氏大焖虾，哎呦，我说哎，你俩干脆一块过得了。行，你哪儿都别去，你就在这儿看着我，天天看着我，行了吧？我让你跟我一块儿去。这人说话越来越不讲道理。我怎么不讲道理了？哎，我到北京看女儿，我让你跟我一块儿去，我不讲道理啊？罗丽不是你女儿啊？是，我跟你去还不行吗？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儿大不由爹，女大不由娘，这事儿去了也管不了。管和关心是两回事情。你说丽丽一个人在北京，她又得忙工作，又要生活，她哪有时间找对象啊？来找她的人呢，都是什么打离婚官司的，就没一个好人。反正你说话永远有理，有理能走遍天下。你呀，别老嘴上说的一套一套的，你落实在行动上。你去北京，给他找一个。对了，你跟他们说，让他们赶快结婚，然后赶紧给我生一个大孙子。到时候你就一天到晚盯着孙子，你就不盯着我了。我先盯着你，然后再盯孙子。说话怎么别扭？罗丽，你演技够好的呀！过奖，您才是真正的表演艺术家。你骗我说你在苗锦绣家待了一宿，你照片哪来的？我怎么是骗你呢？照片是我早上去拍的。昨天晚上我确实在苗锦绣家待了一宿，我跟他做了很多思想工作，好不容易才达成共识。如果今天罗美元认错态度较好，我们就不追究了；如果他依然趾高气扬，那我们只好不客气。你误导我，你懂吧？你误导我，以为你们要和解，我们这儿稍微一放低姿态，你就在背后捅刀子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您没有误导我，您跟我说董大海今天同意和解，罗美元也同意撤诉了，结果呢？我没想到董大海临时变卦，我想到了。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龌龊吗？龌龊？怎么说？你怎么知道罗美元有一套房子？这个我就没有义务告诉你了吧？我提醒一下你吧，你看过我的电脑。老师，我在你眼里真有那么卑鄙吗？不卑鄙吗？看了就卑鄙。输了官司也不必这么气急败坏吧？我们不过做两手准备啊。这方面您还是我的老师呢。夏芳草那个官司，你就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。做人呢，还是应该成熟一点。邻居归邻居，官司归官司。哎呀，罗律师，哎，池律师，别走啊，你们俩，要不是你们俩出来馊主意啊，我们家董大海才不会跟我离婚呢，缺不缺德呀？哎呦，罗律师，你真厉害，真的，你把那照片一拿出来呀，他们全傻了，脸都白了。我也傻了，我们家董大海什么时候在外边买那么大个房子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我觉得我特傻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也挺傻的？啊，傻人有傻福嘛，不像有些人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就是，我也这么认为。走，我请你喝一杯。不是的嘛，我哪敢故意不接您的电话呀？上午在法院开庭，下午又被客户抓在船上。啊，您老息怒息怒啊！我跟你爸爸准备这2天过来看看你。我这几天特别的忙，您跟我爸不能过几天再来吗？你哪天告诉我，你说你特闲没事儿啊？哎，你忙你的。我跟你爸爸又没有说，又老的咱们俩什么都不能动了，不用你陪啊。我就是告诉你一声，我们一家3口要在北京团聚了。哎呀妈呀，我这就一间屋，您不能等我安排一下再来吗？不用安排，那个一间房子挺好的，一间房子那个你想想看，哎，过去哎，爷爷奶奶跟我们挤在一个屋子里面，3代人呐，你现在是1室1厅，相当于我们过去的2房。不用安排，那个我就是跟你说一声，我把电话挂了啊。
哎哎，没人性啊！喂，美玉，丽丽，我家月嫂今天临时说家里有事儿，干不了了。哎呀，孩子今天有点发烧，我得送他去趟医院。曹监官出差了，我一个人弄不了，你能来一趟吗？能，你别着急啊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哎，你慢点。哎，是我电话在响吗？帮我接一下，在我兜里。哪儿呢？曹建辉，你在哪儿呢？你老婆坐月子呢，月嫂还辞职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给我，快点！哎，你帮我抱一下。喂，老公，这是怎么到啊？这是？没事儿，给医生看过了，没事儿。啊，小宝啊。哎，月嫂今天临时跟我说她家里有事儿，我就让她先回去了。没事啊，我明天再让罗丽到月子中心给我找一个。你自己把自己保重好了啊！给我买礼物啊！哎，我就什么都不要了，我什么都有，你赶快回来就行了。给你给儿子买2个奶粉吧。好，拜拜。快点，奶粉快点。哎，妈妈抱啊！哎，这么喜欢你，你赶快自己生一个呀，是不是？我跟谁生去啊？娘娘，走吧。老曹明天就回来了，又自作主张给我买礼物。哎，你要什么呀？我让他给你带吧。香港那边名牌比咱们这边便宜。不用，想什么呢？你心情不好啊？没有啊。得了吧，咱们俩这么多年的朋友，还不了解你啊？你心里到底有什么事儿？赶紧跟我说。哎，真没事。不可能，感情上出问题了。有喜欢的人了，爱他在心口难开，你告诉我吧，我帮你说去。有就好啦。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官司上的事儿，打输了，不是？哎，官司倒是没输。哎，行，现在不聊这些工作上的事儿。哎呦，你赶快说吧，行不行啊？哎呀。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吧，有位前辈跟我说过，做律师最容易在道德和法律之间纠结。现在深有体会。什么前辈啊？不就是说吴文辉呢？哎呦，你不说出来会死啊！谁让你每天还想着他呀？啥又能怎样？哎，我最近代理了一官司，为了占上风吧，我就骗了对方律师。其实也不能叫骗，顶多也就算是个引导。就为这事儿啊？那干咱们这行的，站在当事人的角度，想点小计谋，太正常了。是啊，我觉得也是，我也没做错什么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就莫名其妙有了点内疚感。那估计是对方律师太帅。还行吧，胡子都白了。那么大岁数，你好意思欺负人家呀？美玉，丽丽。咱们打车去。吴老师啊，这么巧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在那边一看，你们准备在打车，天气又这么冷，还带着孩子，上来吧。好啊，走吧。哎，这个网站的保姆还挺靠谱的哎。觉得吴文辉挺靠谱的。你才坐了人家1回车，立马就叛变了。我一直都觉得他很好啊，不为别的，就冲着一点，他没有为你跟他老婆离婚，就得敬重他。汤美玉同学，你让我怎么接茬啊？你想想，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负责任。他今天怎么对他老婆，他明天就会怎么对你。所以啊，男人走岔路弯路不怕，就怕没有责任心。你说呢？你歇睡吧你。记得明天给中介打电话啊。
你怎么还在啊？太晚了，一个人不安全，送你。苗锦绣是怎么找到你的？是我找的他。你了解董大海吗？不了解。听说他道行挺深的。他道行深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你等我半天就为了跟我说这些？苗锦绣这案子，能和解就和解了吧？和解不由我说了算，我当事人不同意，我得尊重他的意愿。那你就找个借口，跟苗锦绣辞了。我为什么要辞？你为什么总是对我办理的案子特别的感兴趣呢？丽丽，我是担心你。董大海不是一般人。那又能怎样？砍了我呀？这种事情又不是没发生过。那我倒要看看。你又何苦呢？跟他较什么真儿？董大海这样的人，躲他还来不及，你还要去惹他。那要照你这么说，咱们当律师只能给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打官司，没权没势的，咱们都得绕道走了。话可不是这么说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按说董大海对苗锦绣也算不错，董大海要真是个混蛋，不跟你离婚，3天2头的打你骂你，然后在外边想干什么干什么的，你能怎么样？现在啊，能给你的都给你了，该放人一马就放人一马。人家也不是犯了什么大错，就是喜欢上了别人。好多人不都说婚姻是一场投资吗？投资30年，你给苗锦绣算算投资回报率，可以了，别不依不饶的。是啊，婚姻是一场投资，所以我得赶紧赚钱。女人经济越独立，越不需要婚姻。投资男人，还不如投资自己呢。你懂得投资你自己，因为你有投资的价值。好多女人本身都不具备投资价值，她们没有一技之长，最多也就是年轻漂亮，能生孩子。可是年轻漂亮会逐年贬值，能生孩子这功能，一般也要有年限的。咱们公平地说，苗锦绣给董大海干的那些事儿，生孩子、收拾家，是个女人都能干。所以啊，从投资回报上说，苗锦绣是赚的。要是她没嫁给董大海，她过不成今天这样。吴老师，你可真是我的老师，我总能从你这儿听到不可思议的理论。丽丽，你还是那么的单纯。唉，你太不了解男人了。我这辈子最不了解的男人就是你。你劝劝苗锦绣，这事儿适可而止。要是他一意孤行的话，你就算了，别再管他。咱少打一场官司，多打一场官司没关系。你说呢？这些话以后不用再跟我说了，要不咱俩以后连一般朋友都没得做。咱们俩本来就不是一般朋友。谢谢。丽丽，
有事打给我。我说有些人最近本事见长，原来背后是有高人呐。池力士说话何必阴阳怪气儿的？有话直说嘛。大名鼎鼎的吴文辉，原来是我邻居手机里的辉哥。我手机里大名鼎鼎的哥哥何止他一个呀？改日可以介绍给您认识一下。一个女人，一个专业律师，最好把本事啊长在自己身上。我至今仍记得辉哥给你发的那条短信：真正的爱情和婚姻无关，我真的是为我邻居的前途担忧。受教了，池老师，看不出您官司打得好，情感方面是一专家呀。不过我怎么想都觉得您应该是一反面教材。您有在这说教我的功夫，还不如好好反省总结一下自己的婚姻呢。您说呢？我的婚姻虽然失败了，但我是个正人君子。这种大话您可别随便说，道德模范不是谁都当得起的。我心有所属，总比你老无所依强。上楼吧，别了，进车说两句话我就走了。海东啊，不是我埋怨你啊，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。买房子这事儿就你们俩知道，怎么罗莉也知道了？对呀，不过罗律师这人鬼得很，你说他会不会是暗中跟踪过咱们？不会吧？为什么不会啊？他没有那么心思缜密啊。池老师，我看这阵子罗莉跟您走得挺近的，他会不会有什么企图，想从您这儿偷点什么，或者是套点什么？不会，他这人啊，其实是挺简单的一个人。我这人多复杂，对吧？要偷也是我从他那儿偷。你对女人呢缺乏经验。对呀，不是池老师，您不就是离婚这事儿刚吃了大亏吗？哎呦，不是，哎，行，哎，你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你提我干嘛？现在说你呢。其实我觉得这事儿也没关系，您就说这房子呢，现在是罗美元的名字，当初他是借钱问您买的房子，现在钱还了，房产还归他所有。关键是苗锦绣说我在离婚的时候啊，隐匿了财产，把一部分财产呢转移给了罗美元。要搞什么保全呢？什么冻结似的，他要冻结不就完了吗？你说我1分钱都拿不出来，官司输赢我不全完了吗？你现在知道这20多年的婚姻值多少钱了吧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就不离了。哎，你要这么说，现在不晚啊，你可以复婚，这钱我可以不挣。哎，不扯这个啊，这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啊，赶紧想好办法。你说他婚都离了，怎么又把房子给扯进来了呢？啊，再往下扯，就得扯到罗美元的公司了。到时候再搞个什么冻结呀，什么啊保全，那不完了吗？我这公司还上市呢，哥们儿，这么着我还上个屁呀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主意就苗锦绣他那脑袋瓜仨都想不出来，肯定是他那律师那小娘们给他出的。找的那小娘们，跟他好好谈谈。啊，哎呀，他不就挣点钱吗？给他
只要是让他别没完没了，让苗锦绣输，咱们不都踏实了吗？换了别人兴许行，这个萝莉啊不行。他跟钱有仇啊？不，他跟钱没仇，他这个人还算是嫉恶如仇的。跟钱没仇就没事儿啊！我坚信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收买的，啊，忠诚是因为背叛的代价给的不够，让他开价，你去，我去，这事儿我办不了，你去。不是这话我们俩真不能说，罗律师鬼得很，他万一再给录下来，到律协告我们饭碗丢了不说，这辈子都做不了律师这行了。嘿。啊，你们就拼专业吧，啊，别的我自个儿拼。拨打的电话，sorry，喂，帮我转一下2303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喂，请问曹乾坤在吗？曹金坤啊，他已经不在了。哦，我知道他走了，他跟我说他今天回来，你帮我看看他是不是回公司了。我说不在是他已经离职了。离职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有一段时间了吧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时间他都没有在公司上班？对不起，小姐，我现在说得很清楚，他已经离职了，我现在很忙。哎，亲爱的，如果我将来我失业没工作怎么办？乾坤，你能不能陪陪我啊？算了吧，你先走吧，我还有事儿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喂。老婆，我回来了啊！回来了。今天飞机怎么晚点这么长时间呀？我哪知道啊？是晚点吗？不晚点我还能干嘛去？老婆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？哎呀，出差这么忙，还有空给我买礼物啊？那必须的呀，谁让你是我老婆呢？是不是？谢谢。不客气。公司事儿还顺利吗？还行。哎，我大儿子呢？楼上睡觉呢。那我去看看我儿子去。哎，你帮我看他一会儿，我要下楼买东西。好，没问题。哎呀，我的大儿子！罗律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了。董先生，您怎么知道我住这儿？这对我来说不算是什么难事吧？迟海东告诉您的吧？不用，连您家我都找不着，那我还混什么呀？不打扰你啊，就一会儿。
请进。东西您还是拿回去吧。您说这事儿啊，我真没法答应。你们律师这行有时候挺奇怪的啊。哎，有时候打输了官司，比打赢了官司拿的钱还多呢。为什么一定要赢呢？您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，就好比有时候踢假球比踢真球赚钱多，可大家为什么要对踢假球深恶痛绝呢？不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是有基本的是非道德观的吗？哎呀，罗律师有时候看球哈，我可看不了，血压高。还是说这律师吧。哎，您知道吗？前几天有个律师下班啊，走在马路上，正走着呢，背后上来一人，啪一板砖，当时就拍趴下了。谁拍的都不知道啊。您拍的？我怎么能干那事儿？没查出来呢。当然了，像罗律师这么年轻漂亮的，别人肯定不忍心下手。那我没别的意思啊。行了，不打扰你了，我走了。董先生，落东西了。我好像来的时候是空手来的吧？您的吧？有事儿？能进屋说吗？进来说。给我的。喜欢吗？为啥？为啥？你不知道啊？演的真像啊！表呢是块好表，我也真喜欢。可我还没有蠢到受贿的地步，池律师。麻烦你转告你的当事人董大海，我这人胆小不惊吓，他别老用黑社会那套来吓唬我。万一真给我吓出一好歹，他这离婚官司可就变成人命官司了，都不知道。董大海给你的？演，再接着演。我不知道。明年奥斯卡最佳男主就是你了。神经！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请辞了啊。这是几个意思啊？这是一个意思，人家给你送回来了。哟，这小娘们儿看着长得挺和谐的，这么轴呢？老董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咱们这是民事纠纷，打到天上去就是钱的事儿。你这叫明目张胆的贿赂对方的律师，这个要落实了，你是要负刑责的。刚，你老板跟那小娘们儿有一腿，你看出来了吗？不能吧？你看，池老师啊，这是这样吗？我揍你啊！余悸，真没关系？当然没有。好嘞，明儿我就找人收拾他。老董，我以前是做刑辩的，我得提醒你啊，你现在跟嫂子有一个孩子，你跟罗美媛怀一个孩子，你要是这么做的话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以后我得到里边看你去。还说没关系？你瞅瞅，一试就试出来了，好嘛，直接就给我弄里边去了啊！哎，我能干这种事儿吗？啊，我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吗？董哥，其实用不着这么复杂，您就找几个朋友信得过的啊，写一个借条给他们，让他们拿着条去找苗女士，让她还钱。这离婚前的财产得分配，那债务也得分配啊。她要是不还，你就让他们拿着条去法院告她。她不是喜欢打官司吗？天天让她打。这招好！哎，小刚，怎么不早说呢？我发现你是一人才啊！不是，你在这儿绝对没有发挥的余地，赶紧到我那儿去啊！董哥，那您可得多提拔我啊！工资翻倍，这招好吗？这招不好吧？怎么不好啊？这招太毒了吧！无毒不丈夫啊！你跟嫂子一块过了20几年，没有用啊，她不听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人从来不同情心项链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看人老包，办事多周到啊！把这事了了，送银子送她回家。他不走啊，他非得弄死陈世美啊！哎，
你说一个男人宁愿自己被炸了，也不愿意跟这个女人回家。你说这个女人是不是应该总结一下自己啊？哎，小娘们儿不要。好，我处理这事儿。哎呦。